愛情保衛戰，保衛你最純真的愛情。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呢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大家好，我是情感觀察團成員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們共同來保衛愛情的，還有其他幾位觀察团的老師，我们一起來認識一下他們。接下來呢，我們要請出我們情感觀察團的一位特殊嘉賓，他就是我們愛情保衛戰的專屬 AI 情感顧問艾小寶。大家好，我是愛情保衛戰專屬 AI 情感顧問艾小寶，用算法讀懂情緒，用邏輯拆解真心，只做客觀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將用數據捕捉言行背後的真實心理，精準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愛，讀懂愛，守護愛。那接下来，讓我們一起來認識我們今天的第一組求助嘉賓。我想要安穩的婚姻，安穩的生活，但現在我等不起了，只有失望。我對他掏心掏肺，不遠千里來見他，我怕永遠留不住他。分手及時止損，放過自己，也放過彼此。挽留把他一直留在我身邊，不想分開。7歲的年齡差，2000多公里的奔赴，這段感情到底該何去何從？讓我們掌聲有請求助嘉賓登場，歡迎他們。陳先生，工人；劉女士，碩士研究生在讀。二位好，歡迎你們啊！先來跟我們大家說一下，你們今天來到節目的核心訴求是什麼？莎娜老師，我為了他付出了我的全部，他非得要和我分開，我真的不想分開。我是31歲，然後他今年24，我們差了7歲。這個姐弟戀吧，非常甜蜜，但是考慮到現實因素，確實也很殘酷。然後我31了嘛，也不想再拖了，長痛不如短痛，他給不了我想要的，我就來這兒分手了。那這樣吧，咱先不說這些問題，咱們先回憶一下甜蜜怎麼樣？好不？你倆是咋走到一起的呀？我們是經過他親戚的介紹，就是我去年的時候回家參加我朋友的婚禮，婚禮上大家都脫單了嘛，就我一個人單身。他們說你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呀？我說我喜歡高的、帥的。他說那我表弟挺合適的，你要不要看一看？然後他就把他的照片發給我了，然後我一看，我說真的挺高挺帥的。當時我知道他是我朋友的弟弟嘛，我知道他比我小，但是具體小多少我不知道。然後我們俩加上微信就聊得還挺投機。然後我當時要開學走了，他說我還沒見過你呢，能不能見個面？然後我們就約好見面了。當時我拿了一大束花，之前我在他朋友圈也看見過他的照片，然後我就一邊追他，一邊喊他的名字，抱着花，旁邊叔叔阿姨都看着我們樂。當時就是我逃他追，我插翅難逃的一個狀態。這不是還沒確立戀愛關係嗎？就一個逃一個追了。接下來咱們就把甜蜜跳過，說說現實的問題。現實其實一開始是我年紀上騙了他，我知道他比我小，但是我不知道具體小多少。後來跟他聊上，他說他24，我當時驚呆了，小7歲呀！我說女大3抱金磚，你這抱了2塊都金磚。後來我看他也挺帥，我感覺他追求者應該挺多的。我沒想到跟他能談上嘛，我就說那我就說我27吧。後來談上了之後，我就覺得真的挺喜歡的，我更不敢跟他說我年齡。一開始我挺相信他的，然後也沒多問。然後我們兩個約好了出去玩，我幫他填那個身份證嘛，就發現了。知道他騙了你，你當時有沒有想過說你騙我，我要跟你分手？一開始這樣想的，但是他會照顧人，在說話辦事方面都讓我特別踏實。那你真的介意7歲的這個年齡差嗎？不介意，因為我看中的是他人，不是他的年齡。那你介意自己比他大7歲嗎？開始有些介意，但是後來接觸了，沒那麼介意。但是我們倆之間不僅是年齡的問題，其實他這個人吧，還是太衝動了。我在甘肅這邊上學，
剛開始他在家的工作其實挺好的，然後工資賺的也很多，但是他認識我以後，他怕我在這邊，他不放心我，剛談嘛，感情不穩，然後他就一下衝動辭職了，把那麼好的工作辭了之後來找我，來這邊找不到合適工作，然後他看我也是在上學嘛，手頭緊，然後他就說那我就去幹搬家工吧，他說這個不需要什麼條件，賣一身力氣就可以。他確實就是去幹搬家，每天搬10多個小時，他那個腳都磨破了，腰也閃了。當時我真的其實挺心疼的，我就覺得很多時候沒有規劃。你像我的規劃，我現在上學，在讀研，我可能下一步就是想着去申博，去進一步的提高自己。但他沒有那麼多規劃，他就想走一步看一步。我覺得跟這種人在一起，實在沒有安全感。還有奔赴到人家城市開始做苦力，人家說沒安全感。一開始就是在家那邊就是幹美容行業，去找他了，美容这行業就只能放棄了，然後選半天就只能有搬家。他是做醫美行業的，然後我們在甘肅那邊開始也是想讓他繼續做醫美，那邊就是美容行業都要女生不要男生，他之前學的那些技術就是沒有用了。人家有做改變呀，我干這個我幹不了，那我幹一個先賺錢的，他也沒在你那兒躺平啊。他確實是賺了，也都給我了，但是給的太少了，就幾百啊1、2千這種。然後他自從搬家之後腰就受傷了，我給他拍片子買藥，這些錢加起來我還倒搭了好多。然後當時我也是給學生四處補課，然後掙錢，我還依賴着家裡的生活費，一直是像我父母和我在養着他的感覺。一點沒有男人的責任和擔當。就比如說有一次我的羽絨服落在老家了，然後來甘肅上學，零下10多度，我說你給我油一下衣服，太冷了。他就一直說好好好，油，但是催了1周他才動。後來我終於收到這個衣服了，結果是20塊錢郵費到付。因為之前我上班掙的錢工資啥的全部1分都不留，全部上交給他，然後當時也沒有那麼多。這根本不是20塊錢的問題，能懂嗎？這只是一件小事，還有別的事兒。還有一次，你當時跟你同事處不好，你說是因為我的原因，他說跟我談戀愛影響了他的工作，他把很多生活中的事兒都推到我身上，我覺得一點男人的責任感都沒有。他每個月賺多少錢？單多的時候可能賺個2000多，然後單子要少賺不了多少錢。他賺的錢是1分不落的都給到你，對對對，全部轉給我。你們在甘肅的生活，比如說租房、生活費，大部分的開支都是我出的。那他每個月給你那2000，那2000你在幹嘛？那2000塊錢不夠呀。那你覺得多少錢夠？一個月怎麼要6、7千這種？他跟我分手就感覺特別害怕，因為他年紀大，然後就一直照顧我嘛，然後就不想分開，一直都不想分開。對呀，你也說了，一直都是我在照顧你，你根本沒有承擔起男生的責任，也不夠成熟，你也沒有穩定的工作來源。就是你沒有能力，你知道嗎？我也看不到你的前途。不是妹妹，我實在是聽不下去了。你24歲能一個月掙6000嗎？確實，但我等不了他那麼久了，我31了呀。我以前找感情，我覺得是我能當個小孩兒，然後我能你的這段感情裡遮風避雨，但是現在這個風雨都是你帶來的，你知道嗎？誰是誰的風雨還不一定呢。你看你找他的時候，你就知道他比你小那麼多，你就應該知道這24歲的小弟弟这能掙多少錢呀，對吧？那個時候你怎麼沒有現在的想法？你是不是因為有什麼對比的人，然後才會有這個想法呢？就是我父母對我的要求比較高，前陣子家裡給我介紹了相親的，跟我們家庭差不多，父母都是有穩定工作的，然後這個男生也是研究生，年齡相仿的這種，就是比較有保障吧。那這個男生賺多少啊？他能賺個6000多。哦，所以你剛才那個6000的標準是打這兒來的，是吧？你去相親這事兒跟他提前說過嗎？我那時候跟他說了，他就了一下，然後繼續低頭玩手機，他沒當回事兒啊。一開始我以為就是說着玩呢，結果沒想到真相親去了。但我就吃了個飯，我沒幹別的，就正常聊天，為了給我父母一個交代而已啊，不是你想那樣。那你在你父母面前提過我嗎？你父母知道有我嗎？我敢提嗎？你自己看看你現在，你是有前途啊，還是有發展呀？讓我怎麼提？這年齡擺在這裡，我父母只會逼着咱們分手，我怎麼提？就上次我去他們學校嘛，他跟他朋友介紹我是他親戚的弟弟，
你為啥不說這是你男朋友呢？我們關係我也剛才提到了，不敢跟父母說，我也不敢公開，因為大家在學校裡上學都知道我的年齡，我要把它公開出來，人家問到我對象多大，然後什麼工作、什麼學歷，你說怎麼說？所以也就是說，他是個隱形人、透明人，是吧？你的世界裡面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他的存在，是嗎？跟我關係好的幾個姐妹知道，別人不太清楚。你們倆現在處了多長時間？1年多。1年多，你從來沒有承認過他的存在。但我對他很好呀，平時啊我都照顧他，然後他生病，我也在床邊守着他，給他買藥。他來甘肃是你讓他來的嗎？我没有讓他來，他就說不想異地戀，然後就想我，然後他就來找我了。你在甘肃待了多長時間？1年左右這樣的。也就是說，你們戀愛這1年左右，你都在甘肃啊？對，他提分手的時候，感覺就是心裡一下子空落落，然後就回老家了。你回去的这个表现是你同意分手了，還是什麼意思呢？我不同意分手，就是找一個好點的工作，就是掙得多一點的工廠嘛。因為雖然比較累，但是掙得多一點啊。最起碼的就是把自己的開銷弄了，然後還能給他一點，不讓他那麼辛苦。你掙了多少？1個月5000多。給他多少？給他5000，因為我那兒的工資是1個月是5800到5900，然後打給他5000。那你自己需要花錢開銷的時候怎麼辦呢？我平時就吃飯，沒啥大開銷。就我給他開親密付。明白了。你那個相親對象現在還聯繫嗎？不聯繫了。哪兒不滿意呢？長得醜。我現在把你的所有標準判斷出來了，要長得好看的，跟你的學歷相當的，家庭條件相當的，1個月要掙最起碼6000起步的，對吧？有前途有未來的，能給你想要的生活的。對，明白了。你今天是一定要分手的，對吧？對，我現在挺失望的。你失望啊？哎呀，好，情況已經很明了了，放在這兒了。所以那接下來我們看看各位老師吧，大家覺得這段愛情值得保衛嗎？如果單純從愛情的角度而言的話，我覺得談的還挺甜的，但是結婚就不用了。女孩，我覺得從你的角度不是奔着結婚去的。你見過你身邊很多已經進入社會的人，他們在過什麼樣品質的生活，所以你從一開始出發點就不是帶着一個校園的孩子那樣的對於一段愛情的純粹，所以你不用挑他。我真的是覺得誰是誰的風雨還不一定，你在他生命當中出現過，他會早熟，他會很快的成長為讓另外一個女孩子可以依靠的一個山，但是那依然不是你能夠接受的上限。我覺得兩個人可能未來會都有一個不錯的歸宿，但是於你們而言，這段戀愛它只是一段愛情經歷而已。謝謝李老師。李老師保不保衛？這還保衛什麼呀？這還小陳，我可能說的有點直接啊。知道為什麼他的爸爸媽媽沒見過你嗎？就是感覺拿不出手。哎，對嘍，他周圍的同學老師都沒見過你，你就是朋友的弟弟，為什麼？還是拿不出手。我問一下，你此時此刻你還愛他嗎？還是有點放不下的。給的錢還要回來嗎？哎，這個時候回頭看你了，他一直沒回頭看你。不要了。哎，小劉，這關鍵嗎？這個關鍵啊！我覺得一個男的分手了，你還要錢，真的很不男人，不好。我想問一下，女孩，你圖他什麼？我圖他長得帥啊，然後又挺溫柔的，給我情緒價值，我就比較被治癒。哦，那男孩你圖他什麼？我圖他對我好，我生病了帶我買藥，帶我看病什麼的。啊，你媽也能這麼做？對啊，我就是想問一下女孩，你到底想找一個什麼樣的？長得帥的，然後有穩定工作，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哦，那你是什麼樣的呀？我覺得我也是這樣呀。我說句不好聽的啊，你說你是經濟條件跟又高又帥的弟弟般配呀，還是你長得跟又高又帥的弟弟般配呀？你不能既要又要呀。你喜歡弟弟又高又帥，那你就要接受他有這個年齡的思維方式，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你又要人家帥，又要人家高，又要人家有錢，又要人家，那憑啥找你呀？
我觉得作为觀察團來講啊，其實與其說是觀察他們，其實是反觀自己，去對比。我想對男生說，我曾經也談過一個比我大6歲的女朋友，談完之後我悟出一個道理，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太年輕，其實我們得到的東西其實都要有付出的，這些都是成長。我最後就說幾句話，一開始你目的就不單純，你騙人家你的年齡嘛，所以姑娘，你壓根兒不愛他，這個男孩身上有特別寶貴的品質你沒有看到，他不管怎麼樣，他腳踏實地，靠自己付出辛勤的汗水，掙的每一分錢都給到你。但是我依然想跟男生說的是什麼呢？你對他的愛也許也是一種錯覺，你愛的是他照顧你的感覺。我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發生了什麼。就是從小就和姥姥一起生活。媽媽在哪兒？父母離異的。所以你覺得他有媽媽的溫暖？比較依賴他。你懷念的是他照顧你的感覺，但是我覺得你並不差，只是你沒有碰到那個能夠去承擔起你這個買單的那個人。我們都是感性的分析，我們還有理性的愛小寶。來，我們一起有請愛小寶。好的，莎娜老師，我剛剛分析得出，這段感情男方問題佔比38%，女方問題佔比62%。核心矛盾是年齡差引發的人生階段錯位與信任崩塌。男方將女方視為情感救贖，用自我感動式的付出表達愛意，卻忽視了女方的核心需求，幼稚且缺乏未來規劃。女方因年齡焦慮，初期隱瞞年齡，後期偷偷相親，用逃避的方式緩解不安，同時將自身對安穩婚姻的訴求全盤強加於男方，未及時坦誠溝通。我的建議是，男方正視自身的幼稚與規劃缺失，找一份穩定工作，用踏實行動替代口頭承諾。女方正視自身的隱瞞問題，坦誠表達對婚姻的焦慮與訴求，停止逃避。若人無法接受雙方的現實差距，便堅定選擇止損。接下來，你們要不要看一看你們兩個人的過往瞬間？看，可以。好，看一下你們過去的甜蜜。姑娘，你確定就是要分手的，對嗎？對。那你既然選擇已經很堅決了，上傳送帶，你覺得有這個必要嗎？沒有必要，來這兒就是跟他說清楚的。那你就好好跟他說個分手。謝謝你這麼長時間對我的好，我實在沒辦法再跟你繼續下去，差距太大了，我也等不起了。你好好照顧好你自己，找一個比我更好的女生，更適合你的。真的不想分開，但是我想要的你真的給不了我。我會改的，我會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的。我等不起了，我31了。你好好的吧。疼嗎？記住這一刻的疼，它會讓你成長的。反正就是我也挽留了，我也付出了，也不遺憾吧。99步都走了，最後一步咱不走了，因為那是你的尊嚴。好嗎？好，謝謝你。我覺得其實他也沒那麼愛，他其實就是迷戀一份專屬於他的溫暖，而這份溫暖是在補償他自己親情的缺失，而他的存在對於這個姑娘而言是一種紀念，紀念自己已經不在了的那種青春年少。謝謝呂老師的分享。那接下來呢，我們同樣要有請我們下一組的求助嘉賓登場了。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們到底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
我掏心掏肺、小心翼翼迁就3年，可他到最后什麼都要跟我 AA， 我累了。是我守住邊界的3年，不占便宜也不被占便宜，不算清楚我睡不着覺。我把他當愛人，他把我當客戶，他啥都要給我 AA， 啥都要給我算賬。我最怕的是模糊邊界，付出不對等，這樣的話最後反目成仇。AA 制在愛情當中到底是添了一把火還是滅了一把火呢？我們一起有請今天求助的嘉賓登場，歡迎他們。小李29歲，公司職員；小扎28歲，旅拍店店主。好，歡迎二位啊！先來跟我們大家說說你們今天來到節目的核心訴求是什麼？就是我和他談戀愛3年嘛，這3年當中，把我的真心當成一場不能虧本的買賣。我在認真愛，他在認真算。我要的是愛人，不是一個會計，所以我們分手吧。我沒有覺得我做錯了，我平時自己開個店，然後我也有記賬的習慣。我覺得我把這個記賬的習慣帶到日常生活中，一筆一筆算清楚，為了避免以後很多的麻煩，到時候雙方互相扯皮，然後不累嗎？你們在一起多久啦？3年了。我們是雙方父母介紹，就在了一家餐廳。通常是男方請女方吃飯嘛，但是那天就很特別，他 A 給我100元的飯菜費，然後我就對這個女孩很有好感嘛，然後我就跟她慢慢認識，到第2年的時候，她才答應正式跟我交往，然後我們在青島一間房子合租嘛。你說是第2年？就是剛開始認識1年當中，我就慢慢追她嘛，她第2年才正式答應嘛。追了1年呀？對，是這樣，因為我之前一段感情鬧得很難堪，雙方分開的時候都不太體面，就是一直在計較這個計較那個的，我實在是接受不了，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考察期是必須要有的，要不然我覺得我沒有安全感。所以在你的那個眼裡，對於這1年的定義叫做考察期。是的，到第2年的時候，你們2個人確立了關係，對，給了名分之後就可以住到一起了。對，要為長遠的來考慮做打算，我就覺得想試生活這個就是同居不同屋，我們倆要有自己單獨的私人空間，就是2個房間自己住自己的，像日常的生活用品什麼的，我們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像日常出去的開銷、買菜、生活用品，在我的規劃裡面，我覺得 AA 會比較好一點，這樣的話我也不欠他的，他也不欠我的，防患於未然，到時候也別說我用了你的，你用了我的，什麼就不好了。這他算的也太清楚了，每個月的房電水費啥的都給我列一張列表，給你列出來。然後有一次我出差3天，他把那1個月的列表重新列了一份，說這是你3天沒回家用的水電費啥的。我當時我整個人我都腦子特別懵。他每天給我那個列表跟那個古代皇帝處理大臣的那個奏摺一樣，給我列那麼一長串。就是你出差那3天，他給你單摘出來了，這3天你不用付了。對，就是感覺把我們的關係弄得跟陌生人一樣，很生分。今天我也把就是我們日常用的賬單也給帶來了，給你們看一下。比如一些日常用的礦泉水，給他買的零食，還有早餐他的豆漿、濕巾、飲用水都要跟我 AA。就這些我感覺雞毛蒜皮的小事，他都要跟我 AA。但是你沒有發現嗎？我這樣列清楚，咱們把錢花到哪兒了，一目了然。以後算賬記賬 A 的時候也很方便呀。我是你的愛人，不是你的合租室友。我沒有說你是我的合租室友，人家親兄弟還要明算賬呢。我覺得我把這個 A 清楚，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後面那對勾和圈是啥意思呀？圈是沒分呢。对勾是就是我們倆已經 A 過的，圈是還沒計算清楚的。我猜對了。哦，你每天記這些是自己有一個小本兒嗎？你怎麼能隨時記下來這些東西的呢？我平常就是手機備忘錄會記着，然後每一周我都會統計一下。我還有一個疑問啊，說家裡面所有的用品都是各用各的，你們家幾個衛生間？我們家1個，但是廁紙是2包紙，各用各的。還有一些日常的家用品，比如洗潔精啦，我們是1人1份。我這樣分清楚不是很好嗎？自己把自己衛生搞清楚，也倒是不會說。那你倆做飯是咋的？炒2鍋菜啊？對，我做的菜他不吃，假如他吃了，他問我
你花了多少錢？我給你 AA 吧。這麼多的生活細節當中，男生你有沒有覺得有的什麼事情是讓你特別心寒的？就是去年夏天嘛，他家有點急事兒，然後問我借了2萬塊錢，毫不猶豫的我借給了他。這個就是我後面就是連本帶息的還給他了。連本帶息？对，就是我借了大概是32天，對嗎？32天吧，大概就是年利率是3.62%，然後我大概借下來是64塊，然後我就還給他了，後面一起跟他那個連本金一起還給他了。把我當陌生人了，你跟你朋友借錢也不至於這樣吧？朋友是朋友，我們倆是戀人，這個能一樣嗎？這是要區分清楚的。哇，親兄弟明算賬，我覺得我這個觀念是一點沒有錯的。小李，你覺得這事兒就是在你心裡特心寒是嗎？你覺得你毫不猶豫的在他需要幫忙的時候就借給他了，然後但是他還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還你。是的，這讓我感覺很心寒。那我問一下你，小扎，當他毫不猶豫的把這個錢馬上轉給你的時候，你心裡是什麼樣的感受？說實話，真的不感動，確實也不可能。我當時就是店裡面有個貨款要到了，必須要給人家老闆，我沒想到他真的就是把這個錢立馬就是拿給我了，我就確實有點感動。但是我覺得該還的還是要還，我後期就還給他了。你倆在一起3年，過了3個紀念日吧？沒有，才過了1個。因為過完那一次紀念日，我實在不想給他過了。1周年紀念日當天，我是買了一束花，買了一個蛋糕，然後去了他喜歡的餐廳。但當最後結賬的時候，在收银員面前，他說：“今天這個菜你吃了，我沒吃，這個算你的。然後公共用品呢，筷子、米飯我們 AA。”當時餐館都是人吶，我尷尬的腳趾都在摳地，我恨不得馬上鑽進桌底躲起來。我說：“這能算我請你的好不好？你不要再說了，算我請你的。”我有沒有跟你說謝謝？我有跟你說謝謝吧？在現場他就直接跟你開算是嗎？對，在現場，當時人很多，我很尷尬呀。這麼浪漫一事，你咋弄的？你為啥這麼堅持啊？當時其實我覺得他可能準備這個紀念日什麼也挺用心的，確實可能也是為了哄我開心。但是我始終記得這個糖衣炮彈這個，我害怕就是因為他這份微小的感動讓我掩蓋和忽略掉。還是要有一定的分寸邊界，萬一哪一天呢舊賬重提呢，然後到時候又要開始計算這些的時候，你怕他哪天給你提起來請你這一頓飯啊？那可說不定，那以後萬一提起來呢，到时候又吵半天，因為這個事兒，我覺得太消耗情緒了。哎，你們倆之間一直都算得很清楚嗎？有沒有什麼比如說就算不清的賬的這種的情況出現？沙老師，就是520那天我轉給了他5200塊錢，然後他轉給了我52，然後他生日那天我給他買了2000元的項鏈，他轉手給我買了200元的皮帶，說我們平了。他買那些禮物什麼的，虽然說我喜歡，但是我沒有主動讓他給我買，是他自己主動給我買的。然後我看他挺喜歡那個皮帶的，也是一直惦念了很久。我就想着，那他送我一個禮物，我就送給他了。我是這樣想，我覺得都是雙方互相喜歡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必要去計較價格，不是嗎？好，5200和52，你來給我解釋一下。這你給我 AA 一下呀。這個不是他就是過節嗎？那一頓飯在大庭廣眾之下，你怕人家找你後賬，你這5200不怕人家找後賬，這不是糖衣炮彈啊！這個不能那麼計算，這個是過節，然後他就是作為一種節日的特殊的代表含義嘛，就是轉給我的。我問一下，小扎，你吃過虧是嗎？小心翼翼，步步為營，隨時準備雙方分手，分得干淨利索脆，什麼賬都不混在一塊兒。你是吃過虧嗎？老師，我這個不方便說。哦，就是吃過唄。那這都3年了，怎麼想到現在這個時間節點才提出分手？就是這3年，我一直相信，認真去愛他，他總能感動吧，總能接受到我的愛吧。但當我們雙方父母見面討論談婚論嫁的問題，然後我父親說我們家付房子的首付，然後剩下的房貸、車貸還有裝修啥的，你們小兩口還一下嘛。然後他說婚後的房子是1人1間屋，個人有個人的私密空間。
這時候我又在想，我說假如我們就是后面有個家庭有個小孩來着，我說難不成小孩你也要跟我 AA 嗎？我只感覺他始終都在為自己考慮，他沒有考慮過我的感受，我真接受不了。然後就想我說分手吧，到後面說。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老師們的態度吧。那這樣的愛情還值得保衛嗎？我没法保衛了啊，这是纯属把个人的行为准则强加于人啊！而且我觉着哈，都是成年人了，别强加于人，你就得適應，對吧？誰也不欠誰的，這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小扎，我問你一事兒，你知道什麼叫下頭嗎？我之前有聽到過。我一腔熱情，我請他吃頓飯，他逐盤菜跟我 A。那飯我咽下去了，我頂得慌。你都3年了，他還站在這兒猶豫，還要不要跟你繼續？要不咱就放過人家吧。你要找着一個跟你類似狀態的，倆人日子能過特好。就是你不算，他都跟你算。但是你找他，他不是啊，他不願意算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狀態，我尊重。同樣，戀人之間咱也得尊重，對吧？何必呢？我們這個節目叫《愛情保衛戰》，他們兩個這不算愛情，他們只算保衛戰。我覺得姑娘極其客觀，極其理性。因為算盤和鋼琴是沒法伴奏的。算盤算的是大小多少。鋼琴是抒發情緒，然後表達浪漫，這倆東西它就沒法放一塊兒。對，我想保衛，但是我算不過來。就是算計這事兒吧，大事兒咱可以算計，親人之間也要算清楚。親兄弟明算賬，指的是大事兒，日常都要算計，頻繁的算計傷感情，那不應該是家裡人之間的那種狀態。呼娘，愛情本身無價，你以為把自己算得那麼細，就算是愛自己嗎？我覺得一定是因為在上一段感情當中，你真的傷得很透。但是你知道愛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是和過去告別，而不是把那個人帶到你們現在的這個二人世界裡。這段關係真的很擁擠。那個前男友在你們這段關係當中，他的台詞、他的戲份、他的影響力很大，都是你內心補的戲。我能明白你那種特別努力的想要好好的保護自己，想要好好的愛自己的那種訴求。但是什麼叫愛自己？愛自己是要在一段關係當中很放鬆的做自己，而不是每天這麼緊繃着。我覺得這個習慣於你而言肯定不是從來就有的，它一定是因為摔過跟頭，你不得已才慢慢的養成了一個刻在骨子裡的習慣。因為所有的指向都是我可不想將來怎麼怎麼樣。你想，一段為了將來的糾紛而相處的現在，他怎麼可能會鬆弛呢？所以我覺得你在開始一段感情的時候，你要先學會讓自己放鬆下來。那個人在最後和你分手的時候鬧得非常難看，那是因為這個人於你而言，他在給你上一堂課，讓你找到一個足夠珍惜、把你視為無價的人，而不是讓你在每一段關係當中錙銖必較的去看一看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所以不要用你在那段感情當中受的傷去指導你現在這段感情的走向。你是親手把這段感情變成這樣的，但我知道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愛情，是不是？我非常想保衛你們倆的愛情，前提是我想問，男孩，你真的愛他嗎？愛他。如果你真的愛他的話，你就不會在你給他5200，他給你52的時候心裡覺得難受。如果你真的愛他的話，當他給你52的時候，你會覺得真好玩。如果你真的愛他的話，他的所有的這些小算計，包括做表出來，你會覺得好可愛呀。如果真愛一個人的話，是付出。如果愛一個人想要回報，想期待得到回報的話，那這個愛一定會失望。包括女孩也是，你真的愛他嗎？你猶豫了。如果你們倆真的互相相愛的話，其實你們倆可以改變一下相處的模式，
去愛上對方的缺點是愛的第一步。付出不帶有期待，那麼處處就都是驚喜。如果付出帶有期待，處處都是失望。如果真的愛的話，其實是可以互相包容，而且允許对方一切发生的。我分享给你一个我自己的经驗吧。我以前跟你一樣，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繩。我被上一任騙了以後，我就會想下一任會不會騙我，會不會騙我。越這樣想的時候，就越會發生，想什麼什麼就會發生。我總是覺得跟誰在一起都沒有安全感，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安全感是什麼？安全感是我不害怕任何發生，當所有傷害我都不害怕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就安全了。而且當我什麼都不害怕的時候，我就什麼都敢要了。你現在什麼都不敢要，又什麼都不敢給，可能不怪你，是一種自我保護的一個機制。每個人都有這個階段了，看看能不能自己從這個階段走出來。我走出來了，我希望你也能夠走出來。好，謝謝波姐。我要非常鄭重且嚴肅地再一次追問小扎，你所謂的過去到底是什麼？如果你繼續選擇在這個舞台上保留的話，那有可能這輩子它都會成為你心裡一個解不開的結。你是否願意勇敢地把它說出來？你是否要袒露心聲？你來決定。其實我以前也不是這麼，不好意思啊。沒關係，我們給你時間。其實我以前也不是這麼做什麼事情都要計較，然後要 AA 的，這種日子真的不好過，但是我又沒辦法走出來這種日子。我上一段感情，因為我那個前任真的，我們最後鬧得太難堪了，他給我造成了太大的傷害了。我們之前在一起的時候，結婚前夕，他又提出來他又要去創業，我把我所有的積蓄全部給他，然後我還刷了信用卡，就給他貸了款，我還讓我媽媽、爸爸家裡全部拿出來，大概有50幾萬，全部都去投給他創業，因為他說他想要事業，我覺得我應該支持他，他希望把他的事業做大做強，我希望看着他閃閃發光，我就是一味的付出，連買一件衣服我都要思考再三，都就是好幾年都是穿的舊衣服。有一天路過奶茶店，想買一杯奶茶喝，我都在想，我要是花了這個錢，到時候他要需要這個錢，我拿不出來怎麼辦？所以以至於我那一段時間過得真的很糟糕。到最後了，就是他還要跟我算一些賬，他就覺得這個是他買的，那個是他買的，一分一毫都要跟我理清楚，讓我 A 給他。就連他給我買了一件裙子，他說我要還給他，他都要回去。那段日子有多苦有多難，我自己怎麼熬過來的，可能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太難了。那你欠的那些錢呢？信用卡那個是要還的，然後我媽媽家裡面的也都是給他了，所以家裡沒有錢來支撐我還信用卡，我就到處打工，打了好幾份工，連軸轉，然後就是還了2年，我才把那個錢還完。還完之後，我就是慢慢自己才開了一個店，慢慢越來越好了。小李，這些事兒你之前了解多少？不了解啊。你聽了之後，你心疼嗎？說不心疼是假的。我更想去證明我跟他前任不一樣。我們還沒聽艾小寶咋說呢哈，來，有請艾小寶。大家好，從剛剛2位的表述裡，我分析得出這段感情裡問題佔比清晰，女方佔88%，男方佔12%。女方因過去創傷長期過度防禦，事事清算，看不到男方3年的真心付出，忽視了他的情感需求與尊嚴，讓他一次次心寒失望。男方也存在溝通被動、情緒表達不足的問題，一定程度加劇了矛盾。建議女方先學會看見付出、認可與尊重，男方更主動表達真實感受，雙方共同用心修復。若仍無改變，也請及時止損。謝謝艾小寶，請你們2個人走上我們的愛情傳送帶。
愛情傳送帶開啟之前，有一些照片要看，你們2個人可以自我選擇，要看還是不要看？要。好，那我们一起來看你們過往瞬間。姑娘，有什麼想說的？待會兒抓住60秒。我從來沒想過，我們平常有這麼多細節，你對我這麼好，我都忘記了。我只想着我計算，我從來沒有認真感受過你的真心和陪伴。我真的，我希望我們這段緣分還沒有散，我們還能不能再重新再開始一下？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你願意為我改變的話，我會再愛你一次的。舞台兩側的門已經打開了，2位進入抉擇時刻。如果你們決定要重新給彼此機會的話，請重新回到我們的舞台上。來吧，我們一起來開門看答案。3、2、1，請開門。這次咱們有用，特別有用，算保衛了。真心的祝福你们，謝謝你們來到我們的愛情保衛戰，再見，祝你們幸福。好，謝謝老師。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呢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們，您可以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和公眾號和我們取得聯繫。記着，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小心被騙。我們下期節目再見。